有些人会说，让残留着往日记忆、七拼八凑出来的身体再次动起来，根本不能算是真正的复活。我只能说，那些蠢蛋一点都不了解佐敦库勒的神通广大之处。提到佐敦库勒，对暗黑3比较失望，只玩暗黑2，从来没玩过后续作品的玩家，他们可能不知道这个人物。从暗黑4才接触暗黑破坏神这个游戏的玩家，会知道暗黑4的第3赛季、构造体赛季、剧情跟他有关。玩过暗黑破坏神3的玩家，应该能立刻想到我们在利用魔盒做装备的时候，他在一边一直废话不断，甚至还嘲讽我。脑袋不灵，目光短浅，我不评断了。另外，从暗黑3早期就开始玩的玩家，应该对佐敦库勒有更多的记忆。比如我是从暗黑3 2012年5月15日上市就开始玩，一直坚持玩到现在，每个赛季还会做完赛季里程。提到佐敦库勒，我最先想到的是以前只能刷剧情的时候，在凄凉沙漠时，库勒会跟着我，在我身边说一些话。不得不说，配音员的功底太深厚了，他的嗓音字正腔圆，再加上佐敦库勒的自负，让我印象非常深刻。我会让你见识涅法雷姆的力量。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个第一代赫拉迪姆成员，天才、混蛋、狂人，被同伙杀死，然后又被涅法雷姆杀死，但是玩家对他却还颇有好感的佐敦库勒。佐敦库勒来自于3大法师部族中的恩奈德宗族，他们精通转化与封印。库勒将他的一生献给了这些具有崇高追求的科学研究，总是试图操作物质世界的基础构造。黑暗流放之后，为了对付3大恶魔之王，泰瑞尔组建了赫拉迪姆兄弟会。佐敦库勒就是最初的7名成员之一。泰瑞尔从世界之石上取下碎片，打造了3个灵魂之石，用以封印3大魔王。这些灵魂石呢，就由库勒保管。库勒经常秉烛夜坐，对灵魂石进行试验，并记录它们的特性。库勒由此成为了灵魂石专家。库勒怀着极大的热情和决心，运用自己所学的一切来帮助他的兄弟囚禁3大魔王。可悲的是，这个痛苦的任务让库勒付出了代价。曾经快乐而充满活力的库勒，变成了一具麻木无情的躯壳，甚至失去了人类的基本情感。库勒的行为明显地堕入了黑暗。为了追捕3大魔王，赫拉迪姆们认为他们需要一个拥有强大力量的神器。佐敦库勒设计出了一个魔方。赫拉迪姆对魔方太过于依赖，并且在锻造魔方时使用了黑暗的方法，而因此造成了魔方的各种缺陷。他们认为继续使用魔方非常危险。虽然库勒反对，但他们还是决定放弃使用魔方。魔方交给亚瑞特山的野蛮人秘密保管。后来魔方以野蛮人的长老卡奈的名字命名，也是为了纪念暴雪因癌症去世的员工凯文·卡奈·格里菲斯。既然放弃了魔方，一个功能简陋的版本被打造出来，这就是《暗黑2》里的赫拉迪姆方块。
赫拉迪姆继续追猎三大魔王。憎恨之王墨菲斯托的灵魂首先被封印在青玉灵魂石里。在追捕毁灭之王巴尔的战斗中，巴尔的一次攻击粉碎了本应该囚禁他的琥珀灵魂石，而塔拉夏制服了狂暴的恶魔之王，并用最大的灵魂石碎片将巴尔封印。灵魂石的碎片不足以封印巴尔，众人便向库勒寻求解决方案。库勒呢，也就随便长篇大论地说了一些他的想法。按照库勒的方案，塔拉夏牺牲自己，用自己的躯体当作容器封印巴尔。库勒看到自己随便想到的方法竟然奏效了，也颇为自得。这同时也说明了库勒对灵魂石的理解已经非常透彻了，这也为他以后打造黑灵魂石积累了知识。再后来，赫拉迪姆用红色灵魂石封印了迪亚波罗，于是追猎三大魔王的任务便结束了。惨烈的战斗让佐顿·库勒身心俱疲，也变得更加黑暗。据说他对至高天越来越警惕，他不止一次向其他赫拉迪姆咆哮。安格里斯议会在原罪之战期间几乎投票决定消灭人类。库勒相信，永恒之战将不可避免地消灭人类，除非他们发挥出真正的潜力。在某个时间，库勒了解到了涅法雷姆的历史，存在于凡人身上的涅法雷姆天赋让他着迷。后来，库勒离开赫拉迪姆，到了东方卡尔蒂姆外的沙漠。库勒还在庇护之地建造了各种档案馆和密库，并创造了很多构造体、傀儡仆从和陷阱来管理和保护知识。建造了佐顿·库勒图书馆，也是他的第一个图书馆。甚至他还创造了自己的复制品，以确保图书馆得以延续。和阿育赞一起，库勒创造出了织法机，这也是暗黑4第3赛季的内容。密库和织法机后来被恶魔马尔法斯占据，一贯骄傲的佐顿·库勒竟然果断放弃了自己的心血结晶。后来的结果证明他的做法是明智的。现在我才明白他是对的，这一切已经无法挽回了。织法机已经毁了，彻底落入了恶魔手中。如果说卡奈魔方、各种构造体、织法机的创造无一不体现出佐顿·库勒是一个罕见的天才，那么黑色灵魂石的创造足以说明他就是一个疯子。在某个时候，库勒提出了黑色灵魂石的想法，这是一种可以囚禁恶魔之王和天使的装置。库勒在凄凉沙漠地下建立了一个档案馆，进行制造黑色灵魂石所需的研究和实验。黑色灵魂石的制造方法让人瞠目结舌。有人声称库勒抽取了自己的一些血液，并将其转化为黑色灵魂石。另一个说法是，库勒挖掘了某个传奇涅法雷姆的遗骸，并将其骨头塑造成黑色灵魂石。疯狂的库勒在研究黑色灵魂石的时候，会引诱初级法师进入他的档案室，并对他们进行可怕的实验。他会从他们的气管中抽取血液，同时尝试提取他们的涅法雷姆元神。赫拉迪姆得知了库勒的疯狂行为，决定马上杀死库勒以绝后患。他们进入档案室，牺牲了很多人的性命。库勒因为建造神器牺牲了太多的力量，最终库勒被杀死。然而在被杀死之前，他完成了黑色灵魂石，并且佐顿·库勒已经成为了不死之身。在库勒的嘲笑声中，赫拉迪姆只能把他的头和身体分开，藏在不同的地方。
头颅被藏在达厄滚绿洲的遗忘废墟里，身体被藏在暗影界，并以他的2瓶血液作为钥匙。后来在暗黑3的剧情中，艾德利亚通过标记在暗黑2剧情里被杀死的恶魔之王，在黑色灵魂石被打造成功的那一刻，就把安达利尔、都瑞尔、墨菲斯托、巴尔、迪亚波罗的灵魂封印在了黑色灵魂石里。我是为了标记地狱诸王的灵魂，好让他们封印到黑灵魂石里。是的，我的女儿，为此我牺牲了一切。为了封印比列和阿兹莫丹的灵魂，艾德利亚、泰瑞尔、利亚、涅法雷姆决定复活佐登库勒，以得到黑色灵魂石的下落。佐登库勒被复活后，惊讶地发现黑色灵魂石里封印了几个恶魔之王的灵魂。他立刻要求涅法雷姆跟他联手，利用黑色灵魂石统治万物，被涅法雷姆拒绝，并杀死了他。我们一生的心血，如今终于可以完成了，所有人都将臣服于我的力量。发生了什么事？这怎么可能？那些已灭亡的地狱魔王灵魂竟然被吸入了灵魂石中。放弃你的计划吧，涅法雷姆，你的盟友只想利用你。有了这股力量，你跟我将成为万物的统治者。你疯了，库勒！快把灵魂石交出来，否则我就杀了你！在暗黑3上市后的次年2013年，暴雪做了一份民意调查，佐登库勒被玩家认为是最受欢迎的反派。既然大家都喜欢佐登库勒，暴雪顺水推舟，在2015年的 2.3 版本，库勒回归了。这次他似乎站在了涅法雷姆的这一边，但是是一个 NPC 的方式。虽然作为友军，库勒仍然改不了他嘴欠的毛病。我们利用魔方做装备时，他总是在一边冷嘲热讽。不过这才是库勒该有的样子。这个奥秘的古老神器，却打算这样使用它。暗黑4的第3赛季构造体赛季，库勒以未露面的方式回归。从他的5篇日志可以看出，库勒变得和蔼温和。暴雪似乎正在给这个狂人洗白。暗黑4里的莉莉丝，暗黑3里的佐登库勒，玩家都很喜欢他们。其实喜欢他们的原因有相似之处。玩家扮演的涅法雷姆，在游戏里就是一个愣头青，只知道杀怪。即使有 NPC 告诉他们一些知识，也都是简单的正面的东西。像泰瑞尔给人的感觉就是，嘿，我们知道了，你是个大天使，你肯定是个好人，你说的都对。而艾德利亚这种表面上说好听话，实际上连自己女儿都不放过，只会让我们更恨他。现在，亲爱的女儿，你将成为他的肉身。只有库勒和莉莉丝本来就设计成反面的人物，才会告诉我们那些黑暗面的真正的历史。你对我的不信任，然而我们的相似程度比你想象的还要大。我们都体验过身为涅法雷姆的滋味。跟我合作吧，然后我们就能成为这个世界的霸主。库勒告诉我们，人类才应该是创世神阿努的继承者，人类应该凌驾于天使和恶魔之上。不管库勒有多疯狂，似乎他还是站在我们这一边。我记得有人说过一句话，一个坏人
如果他做了一件好事，你就会觉得他并不坏。废材，你们根本不理解的争斗之中，你选择暴政，放弃自由，真是白费了我的一番心血。佐敦·库勒这个可正又可爱的矛盾体，不死的糟老头子，如果暗黑破坏神里再出现什么神器，佐敦·库勒又有出场的机会了。没有人比他更适合作为神器的创造者。